不洁之身，竟敢爬上本王的床！什么情况？我刚刚不是还在手术室里吗？我的病人还等我回去抢救呢。难道我穿越了？这么狗血的事儿也能让我遇上？等等，这个男人是谁啊？你，本王大婚之夜尚未碰过你。这些痕迹从何而来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护国公府送来一个不洁的替嫁货色，还敢说不知道？周统领，属下在。剥去他的王妃官服，绑上重石，拖到后山湖里沉了。剥去他的王妃官服，绑上重石，拖到后山湖里沉了。等一下，王爷的腿是旧伤还是中毒？与你何干？如果是中毒，我能治。无。你的脉象我刚才碰到过了。你掐我脖子的时候，你手腕的脉搏跳动异常，沉瑟瑟而结带。这不是单纯的外伤导致的截瘫，是有人在你的饮食里长期下了慢性神经毒素。你继续说。这种毒素会先麻痹下肢神经，再慢慢侵蚀内脏。按你现在的脉象判断，最多还有3个月，毒素就会攻入心脉。到时候不是腿废不废的问题了，是活不活得成的问题。太医院17个太医轮流看过本王的腿，没有一个人说中毒。因为这种毒不在他们的认知范围内。把他关进柴房。不是陈胡了？那个新婚夜侵犯原主的人，和刚才下令要陈胡杀他的人，会不会是同一个？王爷，护国公府那边传话来了，说要是王妃出了什么事，他们概不知情。概不知情。让他多活2天。不是一个人。起来。去哪儿？这位大哥，王爷昨晚说过让我多活2天，你现在把我沉了，回去怎么交差？我奉的不是王爷的令。不是萧焕的命令，那是谁的？绑得真紧，但是桐油麻绳有一个弱点，就是泡水之后，油脂会让绳面变得极度光滑，摩擦力骤降。如果手腕足够细，关节足够软，在水中浸泡30秒左右，手就有可能从绳套里抽出来。
推。温度极低，水温在5到7度之间。这个温度，普通人30秒内肌肉痉挛，1分钟内失去行动能力，一丝氧气都不能浪费了。1、2、3、21、22，够了，锁止。死结散了。水花没了。要不要老实？一个替嫁的庶女，不值当。原主体内有毒，新婚夜被灌的那碗药不只是迷药，不找到解药，最多2个时辰，这条命还是保不住。解药在哪儿？护国公府不可能有，那个地方巴不得他死。萧王府，昨晚在柴房里，隔壁就是王府的偏院药库。原主的记忆很清楚，偏院药库在西北角，单独一间石屋，常年有2个药童看守，门上挂的是铜锁。门开着，2种可能：第一，药童偷懒没锁门，碰巧不在；第二，有人故意开着门等他来。没得选，毒素扩散到心脉，就是想跑也跑不动了。找到了。不是碰巧，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没死。药库的门是故意开着的。剑妻回来复命说你沉了湖，石头绑了2块，必死无疑。你是怎么从湖底上来的？一个从小被关在护国公府后院、体弱多病、连大门都没出过几次的庶女，怎么可能在绑着2块石头的情况下从冰湖里活着爬出来？说实话，说自己是穿越的，疯了。回王爷的话，妾身命硬。命硬，命再硬，也硬不过这6把刀。你偷了本王的药，闯了本王的禁地，给你2条路。第一条，自己走出去，到湖边自己沉湖；第2条，不能硬来，6个侍卫加1个定妻，他这具半废的身体连1个都打不过，不能求饶。这个男人杀过的人比他见过的病人还多，跪下磕头只会死得更快。只有1张牌名单。王爷，妾身选第3条路。没有第3条。王爷的腿废了多少年了？刺到了。3年前中的毒，毒入骨髓，经脉尽断。太医院的人束手无策，试了17种方子，没有1种管用。现在靠药吊着，每3天换1次药浴，但毒素还是在往上走。照这个速度，最多还有1年，毒就会攻入心脉。到时候王爷死的时候不会太痛苦，就是从脚尖开始1寸1的烂上去，最后烂到心口。这些信息一半来自原主残留的记忆碎片，一半来自刚才在药架上扫了一眼那些药罐标签后做出的推断。能用到蛇仙草、七叶青乌头这3味药同时配药的毒，天底下不超过5种。再结合萧环双腿瘫痪但上半身行动自如的症状，范围缩小到2种。妾身能治，妾身能治。
一个侯府的废物庶女，连字都认不全几个，也敢说能治王爷的腿？王爷要是不信，妾身可以当场验一下。你想做什么？扎一针。王爷膝盖以下应该已经完全没有知觉了，妾身在王爷的足三里扎一针，如果王爷能感觉到痛，就说明这条腿还有救。如果感觉不到呢？那王爷再杀妾身不迟。过来。果然没错，不是骨伤，而是毒素封堵了经脉，比我预估的还严重。这是乾坤逆脉针法里最基础的一式，叫开门，能够强行破开被毒素封锁的经脉缺口，让神经信号重新扳动。你对王爷做了什么？王爷，疼吗？痛感能维持大约1炷香，之后经脉会重新封堵。这只是开了头，要彻底打通经脉，排清毒素，恢复腿的功能，需要完整的疗程，至少3个月。2个条件：第一，1两黄金，痊愈之日一次付清；第二，1纸和离书。腿好之后，妾身要离开少王府，从此天高海阔，互不相干。你一个差点被陈湖淹死的替嫁庶女，偷我的药，闯我的禁地，现在还跟我谈条件，凭什么？凭王爷刚才那条腿疼了。把厢房收拾出来，给他住，门口安排4个人，日夜看守。王爷，他要是跑了，你去替他沉湖。活路暂时有了。1两黄金，本王给得起。和离书，那得看你的命够不够长。若是在宫里露出半分破绽，长乐宫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王爷说了，给你1个时辰收拾，之后要入宫敬茶。王爷说时辰到了。还不错。这是什么评价？还不错。老娘光穿衣服就穿了大半个时辰。入宫的规矩，剑妻会告诉你。在皇太妃面前，只说话不要多想。敬茶的时候，跪得标准一点。皇太妃喝完茶，你才能起来。是。还有，在宫里，不要靠近任何男人，不要跟任何女人有私下的交谈，不要吃任何宫女没有先尝过的东西。王爷是在担心我跑了？
你敢！我在警告你，若是在宫里露出半分破绽，长乐宫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皇太妃你可不像我。王爷放心，我的命有用，你的腿还要我治。我死了，王爷就只能在轮椅上坐一辈子。你很自信。不是自信，是事实。出发。到了。萧王殿下、王妃娘娘，皇太妃在长乐宫等候。阿环来了。儿子给母妃请安。儿媳给皇太妃请安。起来。听说你就是那个替嫁的庶女？是。新婚夜就和别人私通，你说我该怎么处置你？太妃娘娘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敢狡辩？不是狡辩。那一夜，妾身确实和一个男人在一起，但那个男人是王爷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妾身在说实话。如果皇太妃不信，可以让太医来查证，或者皇太妃大可以亲自问王爷。母妃说笑了，儿臣对王妃很满意。是吗？那就好。来人，给王妃赐茶。这个老妖婆真的想烫死我。你们先下去吧，过几天宫里有花神宴，到时候王妃也要来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明天宫里有花神宴，到时候王妃也要来。是。这个女人不简单啊。你在宫里说的那些话是真的？王爷觉得呢？你怎么证明？王爷的锁骨处有一道月牙形的伤疤，那是妾身那一夜留下的。让开！妾身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事实？事实就是，就算你现在是本王的王妃，本王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下一次，若是让本王听到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本王会亲手把你沉进湖里的。到了，今晚你在厢房待着，不要出来。是。这个男人在害怕，他在害怕自己记起来那一夜发生了什么。
妃，长乐宫来人了，皇太妃传召，要王妃即刻入宫。王妃娘娘，皇太妃想着昨日匆忙，好些提子话还没来得及跟王妃说，特意让老奴来接您。提己话？昨天那皇太妃的眼神恨不得生吞活剥了他，今天要说提己话。王爷呢？王爷天没亮就去了西郊校场，说是军械合宴，不在府中。萧恒不在，长乐宫来人，这两件事凑在一起，要说是巧合，鬼都不信。皇太妃说了，只请王妃一人，不必惊动府中其他人。走。这不是私下召见，这是公审吧？儿媳给皇太妃请安。昨天你在本宫面前说的话，本宫回去想了一整夜。萧王的腿废了3年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你告诉本宫，他怎么碰的你？萧寒双腿残疾，轮椅上坐了3年，满朝皆知。一个站都站不起来的人，怎么可能在新婚夜强占一个女人？看来王妃是答不上来。大燕祖制，皇家媳妇儿若有失贞之嫌，赐白绫自裁。昨日有萧王替你掩护，如今总算无人替你开解。这条白绫是提前备好的，檀香是佛堂的味道。这老妖婆从昨天回来就开始准备。王妃，接吧。怎么，还要本宫的人帮你？太妃娘娘，妾身有一事不明，想请教。临死之前想问什么？说。妾身听闻，太妃娘娘年轻时入宫也并非正选。先帝当年选的是太妃娘娘的姐姐郑家嫡长女，但嫡长女临嫁前突发恶疾，是太妃娘娘替姐入宫，这才有了后来数十年的恩宠与尊荣。妾身没有别的意思，妾身在闺阁时就听过太妃娘娘的故事，心中仰慕至极。太妃娘娘以替嫁之身赢得先帝独宠，母仪后宫数10载，这正说明英雄不问出处，女子的名节不该由出身来定。妾身还听闻，太妃娘娘当年入宫时，朝中也有人说闲话，说太妃娘娘以媚待姐，不合礼法。但先帝力排众议，亲口说了一句话：以媚待姐又如何？朕看重的是人，不是名。妾身斗胆请太妃娘娘想一想，当年若没有先帝那一句话，太妃娘娘今日还能坐在这里吗？皇太妃最忌讳的就是替嫁2个字，她花了半辈子洗掉这个标签，被我这么一提，她就杀不了我了。杀了我，就等于否定了她坐在这把凤椅上的合理性。王妃说的有理，当年先帝的胸心正是咱们大燕的气度。是啊，太妃娘娘向来宽厚仁慈，定不会为难一个小辈。说得好，会说多说点，每一句都像刀子往太妃娘娘的心口上割啊！一张利嘴，你倒是拿本宫来比了。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觉得太妃娘娘的故事给了妾身莫的勇气，妾身愿以太妃娘娘为榜样，做一个称职的儿媳。起来！你既然拿本宫的旧事来说事，那本宫问你，你能不能像本宫一样替萧王府撑起门面？能。好，本宫在此宣，萧王妃处事系本宫亲自认可的萧王正妻，
日后再有人以名节之事非议萧王妃，便是在非议本宫。谢太妃娘娘恩典。去吧，花神宴的时候别迟了。太妃娘娘，查一查，是谁把本宫当年的事透给他的？还有，本宫要给这位萧王妃备一份大礼。萧王妃在新婚夜就偷人，这样的女人，活着都是对大燕的侮辱。王妃娘娘回府了，听说太妃娘娘昨日在宫里赐了王妃白绫，王妃竟还活着走出来了，真是命大呢。妾身还以为像王妃这样的女人，早就该进竹林了。告诉你，二皇子殿下已经去长乐宫禀报了，太妃娘娘说了，只要找到证据证明你在新婚夜确实失贞，就立刻赐你1尺白绫。王妃，你的死期不远了，妾身劝王妃还是趁早。二皇子殿下不会放过你的，太妃娘娘不会放过你的。听着，我是你的长辈，你得叫我一声王婶。还有，以后在我面前，你就该乖乖闭嘴。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御花园里的香气太浓了。王爷，回府，立刻回府。旧疾复发了，状况不容乐观。我需要我的针。会有点疼哦。你知道我体内有毒。我知道。你一开始就知道。是。所以你才会留下来救我。你是想让我欠你一条命，这样你就可以拿着这条命要挟我。随便你怎么想，但如果你再这样发作下去，3个月内你就会死。我明天继续给你施针，如果你不想死的话。楚凌霜，下一次我不会再被香气刺激到发作，因为下一次我会杀了你。王妃，王爷又发作了。
昨晚失真后，毒素明明已经被压制下去了，怎么会在短短几个时辰内爆发的比昨天更猛？除非有人在这几个时辰里给他追加了催毒的东西。今晚谁进过主殿？没有人进来过，但宫里送了一碗安神汤来，说是太妃娘娘赏的。萧王府听令，二皇子殿下奉太妃懿旨，率御林卫前来探视萧王殿下。王妃，二皇子带了至少200御林卫。萧景饶来得太快了，快得像是早就知道今晚萧王会毒发。那碗安神汤里掺了催毒的药引，皇太妃下毒，萧景饶收尸，一套组合拳打得滴水不漏。听闻皇叔旧疾复发，本殿特来。皇叔这是？来人，肃请太医！萧王殿下旧疾骤然加剧，心绪躁躁，恐惊扰旁人。御林卫听令，即刻看护萧王殿下。二皇子殿下，你怎么知道萧王殿下是毒发？藏在袖中的手指无疑是权启有送过来。皇叔体内有毒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萧王妃不必。众所周知。萧王殿下的身体状况是军机密档，太医院封存的卷宗上标注的是旧伤复发。二皇子殿下，你是如何知晓萧王体内有异的？剑妻，将那碗安神汤取来。萧王妃，你在做什么？二皇子殿下，这碗安神汤是太妃娘娘赏赐的，由宫中内侍亲手送来。汤里掺了七叶散的催毒药引，与萧王殿下体内的旧毒产生剧烈反应，导致毒素爆发。你带着200御林卫，在萧王毒发后不到1炷香的时间内赶到。你张口就说萧王毒发狂暴，开口就要控制萧王。二皇子殿下，你是来探病的？还是来收尸的？血口喷人！这汤是太妃娘娘赏赐的，与本殿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把送汤的内侍抓来一问便知。不过那个内侍，他是已经被灭口了吧？二皇子殿下，萧王府内的事，不劳殿下操心。好一个萧王妃！今日之事，本殿会禀明父皇。你的针法，乾坤逆脉针。
这套针法失传了至少40年，你一个替嫁来的护国公府庶出丫头，从哪里学来的？他居然认得这套针法的名字。王爷认错了，我只是在乡下跟过一个游方郎中，学了些粗浅的手艺。游方郎中教得出天柱、风池、大椎三穴同次的逆行手法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救了你2次命的人。王爷如果想追究我的来历，可以等查清楚二皇子往你汤里下了什么药之后，再慢慢审我。明天还要施针，今晚的汤药，王爷最好让剑妻先遇过再喝。楚凌霜，我会查清楚你的底细，每一个字，每一根针。你体内的毒素已经被压制住了，接下来需要定期施针排毒。你昨晚救了我，王爷言重了，我只是在履行妻妾的义务。检查一下伤口。王爷的伤口已经……检查。你看什么呢？王爷这道疤，不关你的事。滚出去！再敢逾矩，我就剁了你的手。听清楚了吗？他在害怕什么？王爷需要我明天继续施针吗？不需要，你出去。锁骨处的月牙绑痕，那就是他，那个在新婚夜里压在他身上的男人，就是萧环，就是这个冷酷无情，曾经下令让他臣服的萧王。我需要冷静。萧环的反应说明了一切，但他没有承认，也没有解释，只是威胁我不要再问。这说明什么？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当众指认他？萧环，你想查我的底细，那你自己又有什么秘密？我倒是有点好奇了呢。王妃，今日是回门省亲的日子。王爷可有安排？王爷说，您自行前往。哼，自行前往，没有仪仗，没有护卫，没有萧王府的排场，一个替嫁过来的王妃独自回门省亲，这是萧恒在告诉护国公府，这个女人萧王府不在乎。大小姐回来了，国公爷吩咐了，今日府中有客，不便接待。回门省亲的日子
亲生女儿站在门口说不便接待。大小姐，您可别为难小的。开门。大小姐，国公爷真的说了不见。哟，大姐姐回来了，这是什么打扮？花里胡哨的，没有一点端庄，可真是……父亲，女儿回门省亲。萧王呢？王爷公务繁忙。公务是拦得来吧？一个替嫁过去的丫头，连带个随从都没有，就这么孤零零的跑回来，你让护国公府的脸面往哪搁？大姐姐，你就别装了，全京城都知晓你在萧王府的境遇。新婚前夕举止失宜，坏了婚嫁礼数，险些按族规受罚。如今萧王待你，早已厌弃之极，你还有颜面归来？我说的哪句不对？你自己干的好事，全京城谁不知道？护国公府的庶女，大婚之夜跟野男人滚到一起，破鞋！破鞋这两个字，你再说死办！你敢打我！楚离霜，你疯了！反了天了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拿下，剃光他的头发，送家庙里关着。我楚家没有这种辱没门风的女儿。剃了他的头，送走，送得远远的。大姐姐，你完了！妹妹，你确定萧王不会来？那咱们赌一把。赌什么？女儿赌，萧王会在1刻钟内踏入护国公府的大门。如果萧王来了，60箱黄金嫁妆归女儿；如果萧王没来，女儿任凭处置。我赌你死定了！萧王那样的人物，怎么可能为了你这样的女人？柳姨不用急着下结论，咱们就等着看。给我继续，把他的头发剃了。萧王殿下，这是……本王的王妃，谁敢动？本王
对王妃甚是满意。王妃的才智，王妃的胆识，王妃的一切，本王都甚是满意。谢王爷夸奖。护国公，本王的王妃在你护国公府受了委屈，本王想，这60箱黄金嫁妆，应该由本王的王妃带回去。王，这不公平，他根本不配，他就是个……走。搬。王爷来得真及时。本王只是在收账，那些欠本王王妃的债。娘，我有办法。赖武，赖武，城西最出了名的地痞恶霸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，他跟这种人有来往。赖爷，有事求你，办不办？什么事儿？毁他！楚灵霜，让他身败名裂，让萧王亲手杀了他。萧王的女人，你疯了吧？你怕了？赖爷什么时候怕过？就是得加钱。500两，事成之后还有500两。成交。这种迷香无色无味，燃起来之后，闻到的人四肢发软，神志不清，重则直接昏厥。赖爷，你在里面等着，一炷香之后，我把人带过来。他进了门，闻了这香，腿都站不住。剩下的不用我教你。放心，这种事儿赖爷是行家。姐姐，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跟姐姐赌，更不该说那些难听的话。后院厢房里有一些姐姐小时候的东西，是当年母亲留下来的，我收在箱子里一直没敢动。姐姐如果不嫌弃，去看一眼吧，就当妹妹最后赔个不是。眼眶是红的，眼泪是真的，语气也够卑微，但那双眼睛的底色不对，这是如我。带路。迷香，而且是劣性的。姐姐，进去吧，箱子在里面，踏边放着。屏风后面有人。
楚娇娇连演都懒得演全套。姐姐，楚灵霜，你也有今天！让你打我，让你抢我的嫁妆，让你在萧王面前耀武扬威。等赖爷毁了你，我倒要看看萧王还会不会说什么甚是满意。萧王殿下，不好了，姐姐她在后院厢房里跟一个男人。我亲眼看见的，姐姐她不检点，那个后院厢房。你说什么？在哪儿？后院西厢房。就是里面，萧王殿下，您亲眼看看，到底是谁做出这等有失体面的事？姐姐不守妇道！我再也不敢了，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妹妹，你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看我怎么审问这个贼人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赖爷，现在可以跟大家说实话了吧？是二小姐让我来的。二小姐说，只要我把王妃弄脏了，她就给我1000两银子。你胡说！我根本没有。你没有什么？你跑得很急，连鞋都顾不上穿。妹妹，你知道医生最擅长的是什么吗？是识人。我能闻出迷香的味道，能看出一个人在说谎时眼睛的微妙变化。我还能在3秒内让一个人从意识清醒变成完全昏迷。你觉得我会真的昏过去吗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有。二小姐还让我，她说只要我把王妃，她还说王妃的胸口有。够了，把她放下来。王妃是本王的底线。萧王殿下，属下知错了，属下管教无方。本王不想听你的道歉。本王只想看到这个女人，她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。不是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没有？这是什么？王爷，妾身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次的后患应该不会再有了。做得不错。60箱黄金送到本王府上，必须分毫不差。是的，萧王殿下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早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
这个男的观察力比我想象中还要敏锐。是，从他第一次靠近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拒绝？因为如果我直接拒绝，他会换一个办法；但如果我让他觉得他成功了，他就会露出所有的尾巴。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再为他开脱了。你很聪明，但也很危险。危险？对别人来说，对本王来说，也是。这个男人在威胁我，还是在试探我？楚凌霜，60箱黄金，本王会让人运回王府，这是你赢来的。多谢王爷。王爷，这位王妃很有意思，本王开始有点期待，她接下来会做什么了。王爷，人带回来了，关在后院地牢里。带回来了？什么时候下的命令？在护国公府的时候，他明明说了够了，让剑妻割断绳子就走了。原来割绳子不是放人，是换个地方关。带上来。萧王殿下，王妃饶命！小的全都招了，全都招了。在护托公府的时候，小的不是都说了吗？是二小姐让小的去的。萧王说的句句是真话呀。在护国公府，你还有话没说完。小的不知道殿下说的是哪句。本王给你一次机会，把你和楚家二小姐之间的事从头到尾说清楚。殿下，小的和二小姐之间没剑妻。有，小的说，小的全说，小的和二小姐是相好的，是二小姐先找的小的。半年前，她从护国公府后门出来逛夜市，碰上了小的，她主动的，后来就一直没断过，每个月至少见2、3回。半年前，楚娇娇和一个地痞恶霸暗通馆去半年，护国窟上上下下竟然没人发现，也可能发现了，没人在意。毕竟在那个府里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怎么算计我身上。继续。这回的事儿也是二小姐安排的。她说，只要小的把王妃弄脏了，就给1000两银子。小的一开始不敢，可二小姐说萧王是个废。说下去。二小姐说，她说王妃在王府过得不好，只要小的得手，二小姐就去告发，说王妃不守妇道，殿下正好顺势休妻，到时候谁也不会追究小的。你说你和楚娇娇是相好的，空口无凭，你怎么证明？小的能证明。二小姐胸口有颗红痣，就在左边锁骨往下3寸的地方。还有，二小姐右肩膀上有道小时候摔的疤，2寸长，斜着的。这些事情要不是亲眼见过，小的怎么可能知道？殿下，小的全都交代了，求殿下开恩，小的再也不敢了。小的给殿下当牛做马。你碰了本王的人。虽然没有得逞，但你动了这念头。不要，殿下！拖出去。杀人对他来说比喝茶还简单，从拔剑到收剑不超过2秒。这个男人坐在轮椅上，双腿不能动，但他的手和他的剑比任何人都快。你在护国公府的时候就知道赖武和楚娇娇的事。审他的时候他就交代了，但我没让他在护国公府说出来。为什么？你想让本王替你传？
楚娇娇害我在先，我只是让她自己酿的苦果烂得更彻底一些。贤妻，属下在。把今晚赖武的供词抄录3份，1份送大理院备案，1份送护国姑府，1份送到京城各大茶楼的说书先生手里。属下明白。护国公府2小姐与恶霸赖武私通半年，这种故事到了说书先生嘴里，3天之内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。楚娇娇这辈子再也别想嫁进任何一户正经人家了，还得是她狠啊！王爷，护国公府的人到了，60箱黄金嫁妆，1箱不少，全部运到了。禀萧王殿下，我家公爷说嫁妆如数奉还，另付白银5000两，算是赔罪。5000两。本王的王妃在护国公府险些被人玷污，你家公爷觉得5000两就能了事？60箱收了，5000两拿回去，告诉护国公，本王不要他的银子。告诉国公爷，下一次本王不会只杀一个赖武。 60箱黄金，上辈子在医院里拼死拼活，1个月几千块津贴，现在这些金灿灿的箱子堆在眼前，还有点不习惯呢。王爷，还有一件事，刚才护国公府的管事说，2小姐楚娇娇在我们走后就疯了。怎么疯的？管事说，2小姐先是在院子里大哭大闹，说都是王妃害的，后来护国公当着全府的人扇了2小姐一个耳光。 把她丢进了楚家的脸，2小姐被打完之后就不哭了，坐在地上笑，一直笑，谁叫她都不应。府医说是急怒攻心，神志失常了。楚娇娇疯了，不过也是，她使了这么多手段都没能把我踩下去，反倒把自己的名声清白全搭了下去，换谁也得疯。王爷，今日的事多谢。本王不是帮你。 我知道，王爷是在立规矩，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今天在护国公府，在这里，那只手刚才还握着剑，替我杀了一个人。这份情，我记着。剑妻，去把药玉的木桶备好，明日卯时，让他到书房来。药玉，他的毒已经压不住了。今天在护国公府的时候。 他的脸色就不太对，他在硬撑，这个男人坐在轮椅上替我出头，但他自己的身体应该已经快到极限了。我一疼，出血了。王妃，木桶已经备好了。脱衣服。 王爷，不脱衣服我没办法下针。金玉的。放松。 忍着。你的腿在动。
起来。明天继续。不，今晚继续。本王身上的味道，本王要沐浴。极度洁癖的战士，1个小时前还在杀人，现在却被自己身上的药味折磨到抓狂。本王今晚要在你的寝殿就席。王爷，本王说了，今晚要在你的寝殿。本王的身体需要继续恢复，陪着。他在撒谎，排毒已经完成了，今晚明明不需要继续。这个男人，他想做什么？好。王爷要我做什么？陪着本王，就这样陪着。你在做什么？不洁之身，竟敢爬上本王的床！王爷要睡哪边？王爷怎么了？不是要睡吗？王爷这样睡。王爷，这样睡会不会比较暖和？真是太有趣了！刚才还在用医术压制他的毒发，现在就被自己的洁癖打败了。王爷，王妃，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二皇子派人来了，说是皇太妃在长乐宫突然病了，要求王爷和王妃立刻进宫。人已经在府门口了。孝王殿下，皇太妃娘娘在长乐宫突然腹部剧痛，太医查不出病因，皇太妃特别点名要见王妃，说只有王妃能救她。这两个人刚才在做什么？王妃的衣服都没整理好，王爷的头发也乱了。我们现在就去。皇太妃突然生病，还点名要见我，有蹊跷。剑心，备车，本王要进宫。王爷，你的身体，本王说了，备车。皇太妃这一步棋，到底是真的生病，还是另一个杀局？花神宴上那盆被调包的幽梦兰，现在终于要开花了。王爷，你觉得皇太妃是真的生病了吗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本王都会陪你去。他说他会陪我去，这个男人到底是在保护我，还是在利用我？
这个女人到底在隐瞒什么？萧王妃竟敢大婚夜就被主偷人，简直是我大燕王朝的耻辱！皇太妃娘娘，这样的不忠之人应该被进猪笼才对。王妃娘娘，这盆花得由奴才代为保管。花被收走了，这不是巧合。皇太妃早就在等我。萧王妃来了。听说大婚夜前就失了贞，真是太遗憾了。何止是遗憾，这是对我们整个王朝的侮辱。萧王都没碰她，她就自己去找男人了。萧王妃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都在等着看你怎么给自己辩解呢。毕竟新婚夜就被主偷人，这种事在我大燕王朝还真是头一回。那个女人终于来了，今天我就要让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完蛋。你们说完了吗？我说完了。皇太妃娘娘，我建议立刻把她流放。这样的女人留在王府里，简直是对萧王的侮辱。是啊。皇太妃娘娘，臣妾想问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新婚夜那晚，萧王府里有多少人知道臣妾失贞的事情？除了萧王殿下，还有谁亲眼看到？除了萧王殿下，还有谁能证明臣妾被主偷人？臣妾听说，这个说法是从二皇子妃的嘴里传出来的。二皇子妃，你能告诉大家，你是怎么知道臣妾失贞的吗？我是听谁说的？还是说你根本没有证据，只是在这里凭空捏造？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，她在用言语的陷阱，让陆倾城自己露出破绽。臣妾还想问一个问题：如果臣妾真的被主偷人，那么萧王殿下为什么没有当众休妻？为什么还要让臣妾进宫敬茶？为什么还要让臣妾参加花神宴？诸位娘娘，如果臣妾德行有亏，不合王府规范，那刻意构陷臣妾之人，便是刻意污蔑皇室清誉。萧王殿下未曾废妻，便是对臣妾身份的认可。诸位娘娘执意妄议诋毁，便是公然质疑萧王殿下的决断。不知诸位娘娘可敢担此罪责？你说的很好听，萧王年纪尚轻，极有可能被你这心机深沉之人蒙骗。臣妾失贞是事实，但臣妾是被萧王推搡的，而不是被主偷人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在诬陷萧王吗？臣妾没有诬陷任何人，臣妾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新婚夜那晚，臣妾不小心划伤了那人，所以那人身上有伤。如果诸位娘娘有兴趣，可以去查一下，看看谁的身上有新鲜的伤痕。臣妾相信，真相一定会浮出水面。这个女人，她知道了什么？她发现了什么？皇太妃娘娘，臣妾只是在替皇室讨一个公道。够了，都给本宫闭嘴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王妃，不是被动的接受指控，而是主动出击，把所有的矛头都转向对方。这个女人太聪明了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，今天的局面就会彻底翻转。我必须要想办法压制她。花神宴还没有进行到最关键的环节，只要那盆幽冥兰一出现，所有的局面就会再次掌握在我的手中。好了，既然萧王妃这么有自信，那本宫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让我们进行花神宴最重要的环节——献花。德公公，把花都拿出来，让萧王妃献上她的花。来了，皇太妃的最后一张牌终于要打出来了。萧王妃，这就是你献的花吗？带着不祥的幽冥兰进宫，你这是在诅咒皇室吗？好了，这一次这个疯子真的完蛋了，没有人能救他。皇太妃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但你不知道，我早就在等这一刻。
皇太妃娘娘，如果臣妾献的真的是幽冥兰，那么臣妾愿意受罚。但是，这盆花是臣妾进宫时献的吗？还是说，有人在臣妾进宫之后，把臣妾献的花调包了？德公公，你能当众作证吗？臣妾献的到底是什么花？一旦你偷换的事情败露，臣妾不仅会告诉萧王，还会告诉皇帝陛下，到时候你这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。皇太妃娘娘，臣妾给娘娘一个选择，要么此刻坦然承认这盆花早已被人调包，要么臣妾当众揭穿全部真相。届时不止臣妾冤屈得杀，名誉洗白，皇太妃娘娘的清誉与颜面也会彻底损毁，无可挽回。好，本宫认这盆花是被调包的，但这改变不了什么。本宫要赐你一丈红！你敢在长乐宫里威胁本宫，这本身就是大不敬！来人，把这个欺上瞒下之人拖出去！10、9、8，太妃娘娘，您的肚子是不是开始疼了？皇太妃娘娘，我们现在可以好好聊一聊了。救我！求你救我！皇太妃娘娘，现在谁说了算呢？救我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疼死我了！皇太妃娘娘，现在谁说了算呢？臣妾可以救你，很简单，当众承认臣妾清白，用你皇太妃的名义。我答应你，救我，求你救我！去拿笔和诏书纸来。在你就医休养之前，先将诏书落笔定稿。皇太妃娘娘，你配合得很好。现在，臣妾来给你治病。你这个毒妇！本宫要把你……太妃娘娘，这就是你欠臣妾的代价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臣妾的人，你的每一口气都是臣妾允许你活着，你明白吗？诸位太医，皇太妃身心乏耗，急需静心调理休养。依臣妾之见，当先服用调理汤药，疏通周身气机，可助身心平复，安稳休养。各位娘娘，各位大人，从今日起，萧王妃楚凌霜的清白已经得到了皇太妃的亲笔确认。今日若有任何人敢对此事妄议非议，便是公然违逆诏书定论。太妃娘娘，臣妾会派医官来给你复诊，记住，以后要乖乖听话。否则，下一次的疼痛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皇太妃，这才只是开始。
萧王妃真的敢？毕竟皇太妃这些年在宫里作威作福，得罪的人可不少。看到她吃亏，谁都会觉得解气。就算那个人是萧王妃，就算方式有点离谱，赢了。从新婚夜被掐着脖子刺死，到陈湖脱逃，到柴房对峙，到长乐宫白轮杀局，到幽冥兰构陷，这一局他楚灵霜赢了。还是滑脉，这是孕脉。新婚夜那个狗男人让她怀孕了。回来了。该排毒了。花神宴的事，本王听说了，你胆子不小。今天这药跟以前的不一样，这是最后一剂解毒药，服下去之后，你体内的奇毒会在1个时辰内彻底清除。最后一剂。对，吃了这个，你的腿就能彻底站起来，以后不需要楚灵霜了。没有太多时间了。萧环，你欠楚灵霜的，这辈子还不清。新婚夜强占他的人，就是你自己。他怀的孩子是你的，他跑了。楚灵霜！